秋葵我们该怎样去做才最好吃，而且还能最大限度的保留它的营养物质不被流失呢？那么今天的这个白灼秋葵你一定要试做一下，保证你吃一次就忘不了。最重要的是它的做法就跟煮开水一样简单，就算是新手也能快速学会。好了，接下来跟着我的镜头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要准备适量的新鲜的秋葵，我们在挑选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新鲜一点的、嫩一点的，这样的秋葵吃起来会更加好吃。将秋葵买回来后，我们先准备盘清水，然后再往里面添加1勺食盐，还有1大勺的面粉，再用勺子给它轻轻的搅动一下，将食盐和面粉充分的化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接着再把秋葵给它放在盆里面，给它浸泡起来。再用盘子将秋葵压一下，让秋葵完全的浸泡到水里面。将秋葵浸泡10分钟以后，再把盘子取出来，然后再下手把秋葵给它清洗一下。我们在浸泡过程中添加了少许的食盐进来，因为食盐它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所以在经过淡盐水浸泡过后，就可以很轻松的将秋葵上面的一些虫卵和细菌清洗干净。而面粉它有很强的吸附能力，也可以很轻松的将秋葵上面的一些脏东西和杂质清洗下来。把秋葵地面清洗干净以后，接着再重新的往里面添加清水，继续的将它清洗一下。用手将秋葵不停的搓洗一下，利用秋葵的摩擦力，将秋葵上面的绒毛和脏东西搓洗下来。我们将秋葵完全的清洗干净以后，先给它控干水分，捞出来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小把的大蒜，先用刀将大蒜给它拍一下，大蒜拍过以后，它的蒜香味会更加浓郁。最后再将它改刀切成蒜末。将大蒜切好后，我们再准备少许的小葱，将它改刀切成小葱花。把葱蒜切好后，先给它装在小碗里面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少许的红辣椒，将它改刀切成红椒丝。添加少许的红椒丝可以起到一个增色提味的作用，让酱汁更加好吃。把红椒丝全部改刀切好后，将它和葱蒜放在一起。接下来起锅烧油，把油烧至6成油温，然后再淋上去，随着滋啦的一声，把小料激发出香味。下面开始调味，往里面添加少许的蚝油，还有1勺半的味极鲜酱油，最后来上少许的鸡精，还有一点点的白糖提鲜，盐什么的就不需要放了。调味过后，再用勺子给它搅拌一下，将调料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就这样这个万能的白灼汁就调制好了。接着先放开旁备用。下一步，锅中烧水，往里面添加1勺食盐，增加汤水的底味。紧接着再往锅里面添加少许的花生油，在焯水过程中添加少许的油，可以让焯水出来的蔬菜颜色翠绿，不容易发黄变色。这是饭店里面做白灼菜系为什么颜色碧绿又好看的一个重要原因了。等到锅中的水完全烧开以后，接着再把秋葵给它放进来焯水一下。因为秋葵它是浮起来的，所以下锅以后用锅铲给它不停的搅动一下，让秋葵可以均匀的受热和成熟。秋葵在烹饪过程中不管怎样做，一定要将它焯水一下，因为秋葵含有大量的草酸还有苦味素，焯水的作用可以去除大部分的草酸还有其他的物质。在家里面秋葵焯水的时间大概是3分钟左右，将秋葵焯熟就可以了，避免焯水的时间过久造成营养物质流失。我们将秋葵完全焯熟以后，接着迅速用漏勺控水捞出来，然后再给它放到冰水中过冷投凉一下。用冷水将秋葵过一遍，可以让秋葵的颜色更加翠绿，不容易发黄变色，而且还可以让秋葵口感更加好吃。将秋葵过冷之后，下一步进行改刀处理。先把秋葵的头部切去不要，然后再把秋葵给它对半切开，1分为2，给它对半切开就可以了。
我们这个时候将秋葵切开，可以让秋葵蘸上酱汁，更加的入味好吃。有些人在家里面做秋葵的时候，都会给它先切开再焯水，其实那样是错误的。切开以后再焯水的话，会造成秋葵的一个营养物质流失，而且口感也特别不好吃。我们将秋葵全部改刀切好后，先给它装在盘里面，给它整齐的码放好。最后将我们提前调好的酱汁给它均匀的淋在上面就可以了。哇，真的是太美味了！这样做出来的秋葵不但好看又好吃，而且里面营养也特别的丰富。按照我这个方法做出来，比饭店里面做的还会更加好吃。如果您平常也爱吃秋葵的话，那么这个做法一定要收藏好，改天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关注我，关注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